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0月27号星期天，天不错，10几度。又穿上这件长袖了，薄长袖。距离北京马拉松和杭州马拉松还有整整1周，对吧？然后今天是成都马拉松，还有今天大河原先生去参加金泽马拉松。给各位加油，给各位加油！今天跟大家聊马拉松，聊聊正经事儿。昨天下午直播，好多小伙伴有问题。今天咱们说马拉松赛前1周，练、睡、吃各种吧，行吗？咱一会儿聊。天刚微微亮，加油加油！按照这个跑步服务站有高驰的合作呢，大阪城的跑步服务站，但是现在物价真的是上涨严重，要1000日元一次了。行，一会儿聊。又跑到了这条路，这条路看大阪城特别好看，特别期待影像技术能再有突飞猛进的进步，这样能拍到更多好看的东西。还有1周，杭州、北京2场马拉松，可能还有其他的，我不知道。今天是周日，我们就拿今年我的大阪马拉松来举例，因为大阪马拉松我 PB 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样至少不会有错。上次马拉松的上1周的周日就是今天，我们组织了一个10公里的马拉松配速跑，大家按说是计划是按照马拉松的比赛配速来跑一个10公里，找一找感觉。然后但是我跟田中先生跑得比较快，跑到3分33跑了一个10公里。为什么跑得快呢？是因为第一，10公里不长，1天就恢复了。第二是呢，我觉得跑10公里比马拉松目标配速快15秒左右，就对我这个配速来说会比较有信心。所以今天是您最后一次奠定信心的训练，不管您用什么方式。前面就是这个大坡了。然后下周开始，从周一开始就减量了。周一开始可以还是维持常规的距离，就比方说我平常跑21公里，周一我也可以还跑21公里，但是强度一定要低，就轻松跑。或者你就稍微减几公里，比方说对我来说跑到16公里就够了。然后周二的话，差不多再减20%，就减到周一的80%，这样以此递减。如果您是1周1休的那种周期的话，那这周就得多休1天。如果您像我一样是4天1休，那么可以打断一下，可以变成3天1休，就是周一、周二、周三3天递阶式的降距离。然后呢，你有2个选择，一个选择是周3和周5跑2个小强度，还有一个选择是只有周5跑1个小强度，这个都行。像我刚才说的，周一练，周二练，就周日、周一、周二都可以练。如果您计划周3跑1个小强度，周二的话就再多减一点。然后周3这个小强度怎么跑呢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则，唯一的原则就是快跑的距离，就是不管您是按时间算还是按距离算，累计加起来快的距离不超过，极限是3公里，可能2公里更合适。然后单组不要太长，比方说你跑200米或者300米一组，或者是1分钟一组都可以。
快组跑够2公里或者3公里就足够了。用什么配速呢？如果您的周末比赛是全程马拉松的话，那么不要全力以赴的冲刺，大概比您的马拉松配速快，还是快15秒，差不多就够了。当然要看您的马拉松配速是多少。我说的是，如果您的目标是3小时以内的话，比您的马拉松配速快15秒。如果再慢的话，酌情可以再多快一些。反正就是什么目的呢？是找一找速度感。就是这个速度是说让你就是你跑完这个速度以后，你会觉得马拉松配速不快就够了。这是周3练的情况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周3不练，就是周3休息也行，像周3练就周4休息。但是周5的这个小强度，我的建议是最好有，就是距离比赛还有2天的时候，跟周3一样，距离可以再减短一点点，然后呢强度可以稍微提一点点就行了。然后总的奔跑距离这几天就是依次递减，你不能一下减下来。然后根据您的训练安排依次递减，减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整个这一周整体的训练量，包括训练强度，是您平时的50%左右，就绝对没问题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地方有一个不成熟的经验，就是减量减的太多，不如少减一点。这个在今天下午的会员视频我还会说，会比较详细说。你就相信我，就是您如果怕减的太多，就不如少减一点。减太多了以后会有2个影响，一个是你比赛的时候你会觉得突然压力太大了，这是第一。第2个影响是一下减太多以后，你可能会出现那种就是肌肉关节就跟幻觉一样的疼痛，让你心里不踏实，以为自己是不是受伤了。然后这就练就说完了。周6就休息了，周6最多就是清晨慢跑个2-3公里，不要超过5公里。然后吃这个事儿，好多人特在意。就是首先，你要问我说科学有没有证明说赛前的冲碳有用，那肯定科学证明是有用的，但是实践到每个人身上不一定。大黑原先生跟我说，他的比赛就不做碳水超补，就正常。然后我的比赛呢是很严格做，然后有的小伙伴就是顺其自然，但是大家都能跑出挺好的成绩。这儿我就说，如果您要做怎么做？2种做法，一种做法就是平常还正常饮食，然后周5、周62天降低脂肪，降低蛋白质，增加碳水，就是总量不变的情况下，把比例尽量加大。这是第一种做法。第2种做法就是先断一段时间，先断2天，就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把碳水降低，逐步降低，争取做到周2的时候，到周2晚餐就没有碳水了。然后周3忍1天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周4我还忍1天。最早开始恢复是周4晚上，一般建议是周5早晨。然后周5这一天呢，就主要就是吃碳水，然后保证一些膳食纤维就好了，帮助你就是肠道循环好一些，就尽量不吃，少吃油，少吃肉了。
就要比刚才我说那种前面不断碳的情况，碳水的比例再高一点。这是周五，周五可以足吃一天。然后周六的早晨和中午可以使劲吃2顿，尤其是周六的中午可以多吃，甚至吃撑一点都没事儿。经验是周六的晚餐要少吃，周六的晚餐以碳水为主，尽量不吃消化慢的东西，尽量少吃蛋白质，少吃红肉，少吃脂肪，可以吃膳食纤维，还有碳水，到6、7分饱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周日比赛日，就算我天天这么早睡早起，也比我这个节奏要早，而且你有压力，然后你面临比赛会紧张，你的消化可能就没有那么快，所以周六有可能你吃饱了以后，晚上到周日早上起来特别撑，那这样你就特别难受，没有胃口吃早饭，然后又觉得肚子里东西没有热量了，你会不自觉会觉得肚子里都是废物，然后上厕所可能还会出问题，跑起来特别难受。我有过一次比较失败的经验，但是这个也跟年龄有关系。你要是20来岁小伙子，那怎么吃应该都没事儿。然后另外配合吃还得再说2句练，就如果或者没有如果吧，不管您是不是前面断碳，只要您做冲碳的话，那我的建议就是比方说在练的时候，这几天练的时候，因为你已经减量了嘛，你就可以试试从周到周3之前都空腹晨跑。如果您是早晨练，白天练我就不管了。然后从周4开始，你每一次早晨的晨跑，我的建议就是这周最好就是都晨跑，因为比赛肯定是早晨，除了有个别的地方是夜里。这周最后的后半周的晨跑，就尽量试一试模拟一下吃早饭跑步。当然也不是说照比赛那么吃，因为你不可能那么早起，你要能那么早起也行，能那么早起就照比赛吃也可以。就是习惯肚子里有东西去跑步。如果你平常像我一样习惯不吃东西或者很少吃东西出来晨跑的话，这吃就完事儿了。其他的，你说如果是目标赛事，我的建议是，如果工作允许，就工作生活都没问题，可以在最后这一周调整一下带引号的时差，就是慢慢的早睡早起，有的2、3天就调过来了。窍门就是先早起，你只要玩命早起了，因为闹钟肯定能听见嘛，你当天就困，就能早睡，2天就调整过来了。比赛那天早上起来，像北京比方说7点半发枪，那就往前推3个小时，吃完最后一口饭是比较合适的。我一般都是3个半小时。这还是那个原则，您要是年轻人或者运动员大小伙子，那可以晚点吃，反正你消化的快，你差3个小时吃完你就饿了。像跑步的中年人，或者说您觉得您的消化已经没有年轻那么好了，我的建议是提前3个小时。而且运动员你看每个人其实习惯不一样，大部分比较所谓科学就是比较严谨的运动员也是会提前早吃，因为早吃是有好处的，就是跑马拉松的时候有一点点饥饿感，更容易出成绩，个人认为。因为这个饥饿感的原因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已经吸收了。我记得大破节有的纪录片也提到过多早吃饭。差不多你看练吃睡这一周，然后就是做这些东西啊，有好有坏。好处是它真的能帮你在比赛中有更好的竞技状态，就是说理性上。
但是呢，也有一定坏处，就是这么做会让你的精神压力更大，这也是我的经验。总之就是找一个平衡，就跟高考似的，你有时候你听过好多故事，你绷得弦儿太紧，特别好的孩子最后学崩了也有，这个就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，您自己找这感觉好吗？那这么着，不知不觉大本城也快一圈了，咱们训练后再见，加油干加油干！10月27号星期日清晨6点57，训练结束。今天就跑了18公里，很慢，慢慢轻松跑，5分21，你运动表现欠佳，训练负荷较小，最快1公里4分58，今天就一直在匀速，平均心率137，还行啊。昨天跑完那个大强度课以后是挺累的，今天就轻松跑，但是你看人的恢复就是很快的。通过这一周练的强度不低呢。周3跟小伙伴们的强度课，然后周4我自己跑了一个1分钟快慢20组，然后周5休息，昨天周6又是一个20公里的渐加速。小伙伴们说的对，像昨天那种晨跑这种强度训练，能跟得上的女性选手基本上快能摸到职业的边了。你看北京这些远郊区县的小马拉松，基本上女性选手2小时30、2小时40就差不多能拿名次了。昨天那个训练如果能跑到那样的话，就是像我最后能，就这么说吧，我差不多是2小时40上下一点点的水平。昨天那个训练我尽全力了，几乎是尽全力了，就至少最后一个5公里尽全力了。前15公里因为配速对我来说不算快，不叫尽全力，但是最后那个5公里是经历了前面15公里之后，最后的那个5公里是很顶的，就可以这么说。我的判断是我的身体状态基本上恢复了绝大部分了，差最后那一点会比较慢。有买的这个水特别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还有一周马拉松的事情，这一周大家主要就是我觉得别受伤，这是最关键的。然后呢，如果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呢，戴个口罩，尽量别感冒，现在是流感季了，又快到，对吧？然后如果您打算接种流感疫苗，这周不合适了，就等到比赛之后，其他的就没什么了，心态放轻松，是不是？一切都可以的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我现在录像的时候比赛还没开始，祝今天所有比赛的小伙伴们，还有下周要比赛的小伙伴们都一切顺利。还是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一切加油干，别担心啊，好吗？咱们明天再见。